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有请局长出场。好，好。各位亲爱的朋友，在地球开会是最烦的，在火星开会是最爽的，因为我们是火星情报局。在这里，我们要感谢优酷和银河酷域为大家提供最清凉的火星会议远程感受会议，去优酷就行。首先，我们要用最热烈的掌声欢迎好久不见的沙饼，欢迎回归！沙饼，谁给你的勇气再回来的？沙饼是回来还债的，欠了我们30多个笑点。这回回来主要是又给我订票了，我又自己又掏了一点钱又回来了。听说可以交钱上火星，那我们就交一点钱就上了。没关系，烧饼，我觉得啊，如果今天没把笑点还清楚，你应该是不好意思再来了。你为什么笑要这么笑？萱萱，你咋了？我最近拍广告。要一直吃东西撕嘛，然后把嘴巴撕裂了。但是我这个人很爱笑，然后每次就伤口愈合就一笑裂开，伤口一合就一笑裂开。好的，我现在笑只能捏着它笑。接下来欢迎所有来参加本次会议的终极特工张雪峰老师、陆思小朋友、温小雅同学，还有我们的干预者。王艺林、美娥姐、绝美汉服新人，欢迎蓄发明智新人、笑点记录新人、极速哈哈新人，欢迎他们能够以30秒钟摆出60个以上的造型的专业 model。哎，我看过他的视频，哎，好，15秒。30个动作，快门都没有他快哎！哦，这招大家都可以啊！这什么了？陆振哥你就别做了，你年纪太大了，看上去恶心。不可以做，快宇快来一次，这有什么难呢？专业老模。这什么啦？哎呦喂，OK 的哦，OK 的。这样很适合卖一些肚兜啊、内衣啊，对，可以做了，没有洗澡了。有的。OK 的 OK。来，一起来，来，来，起来，好了。来。哎，真的都有，每个都中。哇！天哪！哈哈哈！神经病！抢戏抢到这种程度，看最后一张，哎，腿好粗！天哪！天哪，像牛蛙一样。可是本人没有这么粗哎。而且梦辰相机真的没问题，你看雪芙的腿有多细，你看你的腿有多粗，整个大牛蛙好吓人。杨迪，最快的动作啊！开始。哈哈，表情帝来了。杨迪，你们两个可以合作一个牛蛙馆。你是长得像，他是腿像。当然啊，这个我觉得特别的厉害啊，而且真的是术业有专攻。他们每天有的时候多的话，将近要拍1万张。哦，哎呦，我也有这样的朋友，他们虽然很辛苦，但是他1个月下来收入达30几万人民币，这么多。难怪已经形成了肌肉记忆了。当然，我们今天还有最后一个特别邀请的这样的一个物种，我们要重点介绍一下，他们的名字就叫做细心的网友，给大家打个招呼。今天把他们请过来呢，就是接下来要有一个局情质询的环节，我们非常希望就有更加直接、更加尖锐的问题，直接就问。好，薛之谦，就来了，你说什么？你们今天嘴轻一点，我这边嘴裂开了啊，嘴裂开了，来快亲一下，嘴裂开了，帮你缩一缩。好恶心，好烦了你，好恶心。咔咔星的人呢，辛苦成这个样子，1个月大概能够挣30多万，你应该比咔咔星的人还要辛苦。你1个月
挣多少钱嘞？哇！局长这个太狠了。你一个月的工作量大概是多少？哎，一个月大概能休息1天，最多了。一个月休息1天啊？你就这么算吧，一个月只休息1天，就工作29到30天，他的收入应该比那位姑娘要略高一点。我们计算画上等号，30万1天的话，一个月都是900多万的收入。一个月哇！前锋在圈子里，很多人都说你只要在入，没有脸了。很多人都问我这个问题，说哎，前锋为什么总是跟着我们的局长？你是不是离开局长以后，你都不能做主持人了？这个我要讲句公道话。哎，来，其实你们都没有发现一个事实，真正的意义就是我离开前锋，我不会主持。哇，厉害啊！哇塞，这个回答，天哪！郑哥上来，我来问一个问题。好，朱正哥最近的那个工作人生都和薛之谦绑在一起了哈。对。如果有一天薛之谦不要你了，你觉得你还能在娱乐圈立足吗？又挑事。哎呀！薛之谦说，只要他红着，绝对不会不要我。你们说薛之谦红不红？然后薛之谦真的就算不要我了，我还可以退回我的主业，婚庆主持。一年有365场婚礼，就有365个祝福。一年有365个婚礼，总有365个祝福。好，接下来我们要有请各位细心的网友啊，有什么想问的？来，中间那位年轻漂亮的姑娘，我想对那个不常来开会的烧饼，根据你的观察，郭雪芙和沈梦辰，如果选一个作为老婆的话，你要选择哪一个？必须选择一个。选郭雪芙和选你指着他说，你确实很久没来了，你指着他叫郭雪芙。都不认识我了是吧？肯定会选择雪芙，为什么？因为她生不了儿子。哎，这怎么生不了儿子呢？啊！你怎么会知道人家生不了儿子？这怎么说话呢？这个话你要跟我说清楚啊！怎么说也生不了儿子？你怎么回事？这要打架了？揍他！我为什么生不了儿子？我跟你说，一般腿粗的女孩都生儿子。哎，我当定了，我怎么就生不了儿子了呢？那你非要嫁给我吗？那我还是别生儿子了吧。哎，是的嘛。我烧饼好嚣张哦，完全不顾及对海涛感受的。还有谁有问题？那位穿黑西装的那位男生，哎，局长好，我发现您几乎跟所有的名嘴都有同台较量过，但是唯独没有跟蔡康永老师同台过，您是不是怕输给他？我挑事了，这厉害哦，乱搞！你看他把头发吹得跟头盔一样，就不是好人。在这里我要告诉大家，只要火星情报局的粉丝敢突破200万，我就敢把蔡康永请到火星开会。还有问题吗？那位小姑娘。我想问一下郭副局长。哦，郭副局，这是你。啊，是我吗？你就是郭副局长。我想问一下郭副局。我发现所有来过火星的特工都会爆红，为什么你现在还是只有这一个节目？是不是在火星出道以后已经是你的事业巅峰了？我要刺激，哇，对细心的网友真的是搞事情哎。其实节目不是我的强项，那我觉得我应该要做的是把火星做好。你还想把火星做？我在努力了。雪芙认真嘞，被人说到心坎嘞。哇，雪芙有内疚了，我的天哪！所以就是还没有到达巅峰这件事情，我还在努力中。好，非常非常真诚的讲了，他很希望自己通过不断的努力把火星做垮。做好啊！做什么？做好哦，做好。还有最后一个问题，那位女生目光很犀利，你看看，作为一个细心的网友，我想问问我最爱的薛特工。人家是副局长。最爱的薛副局长。您说。据我观察，最近你越来越娘了，现在还是那个像钢筋一样直的男孩吗？姑娘，你要是怀疑的话，要不要下来 check check 啊？你说实话，你的嘴是怎么受伤的？没了。你这个人什么思想？好了，我想问问沈梦辰特工，前段时间呢？
假的。好了，今天的质询环节我就到这里结束了。我觉得非常的过瘾啊！还是那个规矩，想要来现场指教我们的，来扫一下这个二维码，亮出你的发现和质询给我们看到你的真本事。火星特工呢，从来不害怕正面的交锋，就怕你不敢来。各位特工，现在正式开始提案了。来，我们有请薛副局长。近水楼台先得月吧，就是我的大哥朱桢请出列。好的，哇，可以哦。我发现，哇，这是80年代的范儿哎。他是老派主持人呐。让我们进入下一个环节。你真的有好老派的感觉。要不就来一套动作。我发现，还是要走自己的 style， 对不对？撒谎过后必有倒霉的事情会发生。哎呦，真的，此话怎讲？这个是有切身体会的。有多少头发就多少头发嘛，别硬撒谎，弄一些假发片。跟你一样的那顶我已经在做了。你知道他这个头发厉害到什么程度啊？他这新科技，就整颗可以拿下来以后，第2天整颗套上，不用洗头的。真的假的？特别方便，超厉害，可以用1年，就是上去下来，上去下来，上去下来。火星情报局第3季最后一期的最后一个结束动作，你把发套。你答应了，最后一期就保你来了，多好，是吧？是不是多好？那我就不来了啊。我们来说一下，其实人呢一撒谎就会心虚，人心一虚是不是就会阵脚大乱？我以为心一虚肾就大乱，是不是肾透支了？我是有真实的事情经历过的，是我的一个好朋友，然后他呢喜欢上了一个女孩，然后这个女孩呢是特别不喜欢有钱人，但这个男孩子就想我一定要隐瞒自己家里面很有钱，就跟他撒谎。朱桢，你是不是看韩剧看多了？后来这个男的得了白血病，对不对？不是没有白血病啊。然后发现他们两个其实是兄妹。对，一般都是这个桥段的韩剧。因为后来呢，2个人就恋爱了嘛，就这个男生要刻意要表达自己非常没钱的状态。但是有一次回家，那个女孩子就问他了：“哎，你是不是骗我？骗你什么？你说你没钱啊？你戴那块手表，我在网上查过了，挺值钱，最便宜的样子都要60万。”一下子就乱了阵脚了，你看没有啊，没有不值钱，这个手表就400块，是在网上买的。既然是这样的话，你自己到厨房去看看吧，已经被我榔头敲得粉碎，摆在那边，表带都剪掉。哎呦！然后出来，你为什么要这样？为什么？他说我在钱包里面看到一张你和一张老女人的合影。你是不是被包养的？你骗我！老女人，她妈妈，跟妈妈吧？对，跟妈妈解释都解释不清，女孩子就走了。后来一段感情就结束。那女孩子有那么不爱钱吗？你把那个男孩介绍给杨迪嘛，局长。哎，薛之谦，你是一个很乖的孩子。我好怕我这个故事也垮掉，因为好无聊啊。你这个好怕。没事，真神加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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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最棒！加油！你最好！我爸爸是一个写书法的人，写书法。然后我小时候做过，好可乐呀！这下真垮了。我的天哪！我想帮你，我想没事，谢谢你啊，超平，辛苦你了，不好意思啊。我爸爸是一个写书法的，他写的书法，他喜欢写着自己看一眼，坐下来这样欣赏一下，然后他总是站起来坐下来，站起来坐下来，我就等他突然间站起来写的时候，把他的椅子抽掉了啊，然后他手上拿着毛笔站着支很想看翻过去，然后哇，整个毛笔都是溅一地黄嘛，地板上都是，他回头就这样看我一眼，因为房间里就我一个人嘛，你知道我说什么吗？不是我，叮咣叮叮叮叮。然后第2次，小时候不是家里没什么钱嘛，对吧？爸爸就2000块钱，那是我们全家用的家当，他放在信封里，写完放在抽屉里锁掉了，我就偷偷跑过去偷给100块，请全班的同学去吃路边摊嘛，吃到大家吃不动，我觉得不错哦，再偷100块，死了，你知道吗？那200块对爸多重要的嘛？后来问你谁偷我的钱？谁拿我钱？当时就我跟我奶奶2个人，我看一眼奶奶，不是我，亏心了这是。奶奶也加入打你的队伍，难道是我吗？打拐杖啊！因为奶奶我长大一点了，那时候我告诉你，我家里条件好了，开玩笑，那时候全街都是桑，我家有一辆什么知道吗？桑2000，那个流线哦，那个帅到没有，家里有钱人出来门，那个门都啪啪啪关6下那种，咣！我就喜欢坐在车里这种感觉。我爸说那你在车里等我好不好？不要乱堵车子啊，不要乱开啊。他去超市买东西了，我前排一坐，开玩笑，没学过开车，哇，冲到路口，但是那是停车场嘛，就看到我那个车整个一辆车
出去了一节，没有在车位里面。结果我爸爸回来了，谁干的？不是我，不是我。快点，这不还是坑爹呀？有没有划掉？没有，没还。而且说实话，只有你一个人，你爸爸也是，为什么？爸爸为什么要问啊？因为爸爸知道他若干年之后要来上火星情报局，需要这样的一个梗。爸爸给你的段子，爸爸老是配合他。我突然想到，我奶奶小时候也是吓我们，因为那个时候我们在老家是农村嘛，2楼是那种阁楼，就有老鼠在楼上嘚跑来跑去。然后呢，我们也是吵，吵。我奶奶就觉得一直吵到她睡觉，她都很烦，她就说：“你们吵吧，楼上跑的是爷爷。”我爷爷不是走了很多年了嘛，好吓人啊！我吓得马上去睡觉，但是我一直在想，爷爷跑得太快了，小碎步啊。而且好多爷爷，有的老鼠成群结队。好多爷爷，这宇哥，您撒过谎吗？当然撒过，撒谎撒到头发都白。我现在讲这个故事不是我自己撒谎，我的孩子撒了谎。有一天，他手机在我们房间里面，下来之后就说手机不见了。那我就跟我太太商量，我们觉得他一定是因为想要换手机，但是呢，在这个时候我们就没有揭穿他，我们就当作没这件事情。后来我老婆就跟他讲，我已经吃到50岁了，你这种小把戏不要再骗我了，你自己想想你要不要承认。过了2个礼拜，就塞了一张纸条在我们房间。你们的声音太大了。局长50了都已经，没有，最后他就承认是他的错。但是我跟你讲很奇妙哦，因为他犯了这个错，我们从头到尾没有骂过他一句。对，然后从那个事件开始之后，有什么话该做什么事都做什么事，那功课也变得很好，真的很奇特。就是因为你处理的方式，有小孩的时候，你对他进行教育的时候，真的要骗他。我们家小木木现在可以背很多唐诗，2岁8个月，因为他喜欢奥特曼打怪兽，我就骗他，我说奥特曼打怪兽，怪兽最怕什么？咒语。他说要背唐诗，爸爸教我咒语，我说。咒语就是唐诗，我要背唐诗，然后我就开始教他，他现在可以背好多。这样可以，这好厉害哦！他会不会长大之后觉得奥特曼是唐伯虎之类这种人？哈哈，你看，真的越来越娘了啊！我是有一件事儿，老薛知道，因为在结婚之前，我想给我老婆一个惊喜。当时我就想，她喜欢谁？喜欢滨崎步。那我就想，哎，我是不是应该在结婚的现场？你演滨崎步啊？我想演一首冰淇淋的歌，我都想吐。滨崎步脱发，你想想看那感觉，还在唱跳哎！而且滨崎步没有腿好粗。然后呢，就我去网上去买滨崎步的衣服，还买了这种丝袜3连套的那种，变态，就全部都弄好以后，我在家里面对着那个镜子里面，我就开始各种跳。后来呢，我就突然之间我发现，哎，就是他不太会跳。我想算了，因为套着丝袜嘛，我就脱掉了，然后把衣服全部都藏好。但是我把那个破掉的丝袜就直接扔在垃圾桶里面。后来我老婆回来以后，她就说，哎。这个丝袜是谁？这什么意思啊？啊，我说这丝袜薛之谦的。我告诉你，这件事情是真的。我还跟他发信息，我还莫名其妙口碑变很差。他说那个丝袜是你本人穿的吗？不是，你平时都跟薛之谦玩什么啊？我说昨天晚上薛之谦去我家，然后他说那薛之谦在你家怎么会有丝袜呢？这丝袜是什么意思？我说我的女朋友呢。圆这个谎你多难，我想还想给他惊喜，他是破洞的，你知道吗？拉的还很开。然后他说薛之谦为什么会有丝袜？我说薛之谦，你懂的。见面的时候都问他，哎，有没有那个什么试探，你知道吗？跟一个女生到朱真的家去啊？我说啊，有啊，现在终于解决了，因为现在只要他太太在电视上看到薛之谦，玩丝袜的，对，这个，哎呦，美娥姐举手了，必须让她说2句。我最讨厌撒谎，也不喜欢撒谎，但是我也撒谎了一回。哎呀，我去横店拍戏。天哪，你看美娥姐在我们节目当中忏悔，好难得啊！碰到一个男孩走到我面前，他说：“大姐，我们去玩一回呗。”他说：“后面房子里没人，我们去玩一下。”他说：“我给你钱。”我说：“给我多少钱？”你还问多少钱？后来我就撒了一个，我说：“那晚上等收工到我家好了。”收工了以后，他紧紧跟着我。那天还没黑，他骑个自行车，我骑个电动车，跟不上你。后来我骑得很快，
有个转弯，他找不到我了。但为了保护我自己，我撒了一个谎。他是长得不好看，是不是？那好看也不能要他呀。为了保护我自己，我就撒了一个谎。女生真的要保护好自己。对，有的时候要用这些东西。其实我们的撒谎这件事情，在我们的生活当中还少不了。哎，我跟你讲，没有谎言的世界，有的时候也蛮可怕的。你是可以说实话没有错，但是你说实话不代表你要变成一个混蛋。就是有些事情其实它不能说是谎言，它其实是一种社交的礼仪。对，我怎么觉得就站起来了呢？突然想到和那个不熟的朋友尬聊，其实也是一种社交礼仪。如果这个时候说真话，就会很尴尬。一般尬聊分3种，第一种就是夸对方的皮肤，哇，你最近皮肤好细腻哦，谢谢，哇，好白哦皮肤，谢谢。真话怎么说？哇，你的皮肤好干哦，哇，毛孔好粗哦，我的天哪！我前段时间看你那个真人秀，哇，本人跟照片差很多哎，哇，你好黑哦，哇，你用什么粉底呀？哇，说的是真话，哎，还不动手，还不动手，他说的都是他的心里话。这个要编还很难编。好，不要，真人秀是我自己啦。第二种夸身材，哇，宝贝，你最近身材好好哦，哎，你应该是那种怎么吃都不会胖的女生吧？哇，真的好羡慕哦！天哪，身材好，穿什么都好看，对不对？哇，雪芙自己都听不下去了，如果说真话的话，就是，哇，你最近是不是又胖了？你看你腰好粗哦，我的天哪，快跟前锋的头一样大了。他的腰怎么跟我头一样大？神经病！好，第三招，女生在一起夸服装，说哦，这件衣服特别有品味，这件衣服应该是 black white elegant， 哇，应该是从 Paris 刚回来，对不对？哇，你有没有许愿？哇，好时尚，我的天！实话。哇，这件衣服真的好大吗？天哪，沈梦辰你完了！他说的真话。Oh my god！ 姐夫，我靠，好狠啊！他今天火力全开。这一趴下来，他们2个真的没办法做好朋友了。局长，我跟你讲，我前几天去参加一个朋友的婚礼，他妈妈是非常活泼开朗的人，已经80几岁了这样子。然后我第一次见到他，然后他就是这个跟我这样就这样妈妈这样寒暄开来的。他最后问我说：“你觉得我怎么样？”你朋友的妈妈这么容易就看出你的为人吗？是的，他真的很活泼。然后我就说我妈妈好开朗啊，一定是一个是很正能量的妈妈。你把整个的会场的气氛弄得非常的好，真的是很棒的妈妈。你知道那个妈妈已经她直接到什么程度吗？你都没有别的形容词了吗？你就念这点书吗？你不是演艺人员吗？你不是应该讲很多很好听的话？你就只有这点形容词啊！就是我第一次马上就被塞了一个耳光，就是交流的过程当中，你要想好很多很棒的形容词。有一些词汇，这个词汇还是要有了。但是我想到我第一次和戴军哥见面的时候，他也是说的实话，但是他用玩笑的口吻说了，我觉得还行。总说，哎，戴军老师好，我是杨迪，我们是第一次见面。我们俩肯定是第一次见面，因为你这个长相，如果我见过的话，我肯定忘不掉的。你又觉得一下子距离又拉近了，就拉近了，因为他开我玩笑嘛，但我在背地里就诅咒他，没有了。我也跟戴军老师特别不会聊天的说过一次话，我说这是第2次跟您在一块录像，第1次是我15的时候，剪了，把这段剪了。说明加油啊！有的时候会群体的说谎。我突然间觉得，我们现场的这些观众朋友，他每一次的笑声跟掌声，是不是也是出于礼貌，给我们穿上了皇帝的新衣啊？有的。没有吧？来，我们问一下，温小雅，是真的要说实话吗？那还是别。天哪！你要说什么？说明这个实话很难听。如果你有什么问题，我就当场把你勒死。不，现场其实只有一个特工真的能让我发自内心的笑出来。不会吧？就是杨迪。对。算了，完了，我走吧。大家听我解释。杨迪，你坐那儿，看杨迪吧，看杨迪吧。转。耶，好轻松啊这一集。是很高。呼声很高啊，不得了了，冲出去念啊！大家看一下，多尴尬，一群人又回来了。
回去好尴尬。你看一下你们多尴尬，外面下雨了，我们走不了。买点东西。我都要准备提拔终极特工上来了，你们又回来了。宇哥，你知道吗？最尴尬的就是自己走了还自己回来。没有，听我说句公道话，不是你还要坐下吧，空中飞舞的屁，快坐下。你真的不让我说吗？你说完，你赶紧找把回来讲。对。你一句话所有人都对了。我跟杨迪真的认识太久了，然后他所有的梗我都觉得说是带了感情在里面。你的意思说跟我们没什么感情是吧？天哪！我也走了呀！快点，小饼别走，好不容易回来。跟着大部队我也得跟他们走，我救不了你了，再见。来，又有那么多呼声，又有动动。坐下来，提拔两个终极特工，甘宇哲、你们依林，你们都下来，水峰老师们坐下来开会。我跟你说，如果我们再不下去，温雅跟这个烧饼会变成副局长，杨迪会变成局长。烧饼在这里了，我在这里了，我是咱们忠实的人啊。咱们人来，开回去。傻不傻？学生，把他转走，转一个走。温雅，你接着说。怪不得没朋友。温雅，你还有什么要说的吗？没有，我觉得我下次可能不会再出现在这儿了，所以不说。没有了，开玩笑，大家好玩了。没有，我是认真的。宇哥的认真脸啊，他真的好认真啊！他真的好认真。快给宇哥道歉。宇哥当真了。宇哥，对不起。来不及了，坐下。我要说一句，宇哥是我觉得现场最 fashion 的人。好累啊！这期好累啊！这期你少说话，你一说话就得走。回来了，又回来了。我觉得太好笑了。没有姐，你拿着说。我跟你说，温雅，你真的要留有余地，日后留一线，他日好相见，江湖甚大。我跟你说，注意言语。其实还有一个地方也是要经常讲谎言，医院一定特别多，尤其有一些病情不适合直接告诉这个病人的时候，都得要瞒着。如果医生特别直接，那就完蛋了。比如说你就是得那个癌的病人啊，哎呀，死鬼来了，大夫，我这个检查报告怎么样？脸色怎么这么差？昨天又去哪个酒吧了？啊？我呀是怕那个检查报告结果不好，该玩的玩是吧？该蹦的蹦。听一下你的报告啊，报告怎么样？你这个头癌已经晚期了。头癌？你自己照照镜子，你看有这种病吗？肿得多大？已经肿成这样了。我有多长的时间？剩下的时日不多了。还有5年啊，那还好。 4、3、2，走吧。那医生不可能特别直接告诉别人，不可能这么说话吧？好，维维你讲一下。我有一次进服装店里面，我看到一件衣服，我说蛮好看的，我说我想试一下，然后那个人就给我拿了一件 S 号的，我说 S 号我穿不了，我只能穿 M 号的，他说没关系呀，小弟弟，你一看就能穿的，你试一下呀。试完之后我就觉得好小哦，一拉起来那个肚脐眼都能见到，我想说啊也太小了，然后我就推开门想给我的朋友看一下，我一推开门，导购都不说话，3秒不说话，因为真的不好，因为真的很小，对不对？没有，跟我说太好看了，哇哦！这时候旁边来了2个导购说。哎，那件井柏然穿过是吧？哎呀，她穿比井柏然好看多了呀！旁观偷偷讲话让我听到，可是我跟他说这衣服太小了，我真的穿不了。那个女生说，确实这件衣服是有一点小，但是这是我们的秀款，全中国只有1件。全中国只有1件，井柏然那件哪来的？什么呢？你这件是山寨的吧？我跟井柏然那件有一个不同的区别，是我有个羊毛的帽子，整个的设计一样，对，不同的款。然后另外一个导购员说，雷呀，那你穿这么好看，能不能跟我们拍张照呀？就要给我们拍照，他根本不知道我是谁，就要给我拍照。我当时觉得很尴尬，我就觉得把这个衣服买下来了。买了，而且这衣服3万多，3万多，这么贵，3万多一件衣服，你就因为你。碍于面子，碍于情面，我穿了1次，我就后来再也没穿了。其实买东西最怕的就是那种导购员跟你说，哇，这个东西是全球限量的10件，还有就是那种这衣服就跟长在你身上似的。对，像特地为您定制的一样。对，如果在卖衣服的时候不撒谎，才会出现很可怕的情况。你抓我干嘛？比如像元儿哥，你来买衣服，来我们来当一下那个刚才的店员。
买衣服了，来买衣服，买衣服，欢迎光临，欢迎光临，谁看一下？哎，买衣服，买衣服。看看这个客人好丑，让他买。来，什么？客人，我们有一件衣服都没人买，你快买一下。我们这件衣服特别丑，特别适合你。特别丑，特别适合我。这件衣服0%纯棉。这件衣服是好看的。衣服好看，我穿上不好看吗？来，我看一下，穿上之后，哇，我的天哪，矮冬瓜一样，哇，完全没有腿，身高1.1米。显得肩好窄，脖子好粗哦。听说这件衣服好像那个赵四有同款一件啊。但是我发现他比赵四穿着还难看啊！什么？特别不适合你，买了它吧。我认出你是那个明星田园，是不是？你每个月赚那么多钱，你买这个衣服都舍不得吧？天哪，你还不给我们买一下？别给我提钱，多少钱一件？这个4万多。你买不买？买我认出你了，你买不买我马上给老婆打电话。买，现在掏现金。谁神经病逛街带4万块钱现金？你到底是进了一个服装店还是进了一个拘留所？强盗啊，强盗！杀猪的店，你知道吗？买不起脱下来给我们丑八怪。哎，你穿这件衣服是真心的难看。哎，你穿上我看什么样？不要了，薛之谦试一下，试一下。薛之谦试一下。不要了。喂，全球限量款。哇，人好短啊！哇！哎，薛之谦落地了耶！你垫多少的增高鞋带都没用哎！你等会儿，有没有他拉到地？怎么我穿没腿，他穿有腿吗？没有啊，我也没有啊。哎，没腿。你有没有买衣服遇到像维维那样的？遇到过。哇！我上次看一件衣服在舞台上可以表演，可以参加那个颁奖典礼的。他说全球限量，太适合你了，16万。哇！当场脱下来还给他。所以周真兄，您刚才提这个体验啊，最想表达的一个意思是，我提议，哇，好老板，恶意的谎言伴随着倒霉，善意的谎言服务于美好的事物，让我们的生活更美好。如果说谎言的时候，你自己的这个初心是饱含着善意的，是希望他能够通过这样的一个谎言获得一些心灵的抚慰，这个还是好。但是如果你是恶意的，想通过这样的一个谎言获取你自己不可告人的一些利益，那真的谎言背后一定还是个谎言。如果你们觉得同一生活当中，您的朋友和您的家人偶尔会对您用一些善意的谎言来装点你的生活的话，我们就请白桌子表示通过。好。通过。在这里要提醒我们所有可爱的远程豆豆啊，去微博故事晒出你们的我发现，下一次会议呢，您就有可能会坐在这里跟我们一起来开会了。接下来雪芙第2个提案，那我想要听摸着鼻子的维维。哦，那好了，来，我发现，在火星开会是最不容易的。为什么？因为每次开场，局长都会说一句话：在地球开会是最烦的，在火星开会是最爽的，因为我们是火星情报局。对。但事实上，我特别想说，局长在撒谎。我觉得，其实，在我的内心当中，我觉得是在地球开会是最烦的，看火星开会是最爽的。真的，在火星开会的人是最不容易的。没错。为什么？为什么？因为我从小在这节目长大的。第1季、第2季的时候，大家一说话，说每个人都哇上去，我说好温暖的集体啊！一方垮掉八方支援。对，一方垮掉八方支援。后来到第3季的时候，一方垮掉，集体垮掉。一方垮掉，八方嘲笑。爱情条约，有没有听过这个歌？不红算了，不讲了。每个女生都该为自己量身打造一套男友招考题。没有人有反应哎。哎，怎么都没有反应？怎么都没有反应？这个舞台好难啊，好尴尬，就真的到第3季，大家好像不太喜欢跟那个互动了。比如说，你看老薛在前那个1、2季的时候，你看看他在地板上有多少次摩擦，跟人肉体有多少次碰撞。真的有。但是你看他第3季，他没有这个地板的摩擦，也没有肉体的碰撞了。怎么现在都不接地气儿了，都不往下走了？而且之前第1季说的最多是我的愿望世界和平，然后要不就是我比钢筋还一样直，要不说神经病啊。到第2季说的最多就是整段垮掉。到第3季连说都不说了。真的吗？他现在是副局长，他是直接，我现在是副局长了，对不对？我怎么能在家整段垮掉，对不对？哎呀，我也剪了个 VCR， 你再看看。看一下。躺着唱。该为和你演出的我，掩视而不见。他是想压制你，他开始动。当你个神经病啊你！你是不是神经病啊？
我不要面子的。我直到没朋友，不能再直了，像钢筋一样。我的心愿是世界和平。哎，等一下，等一下，怎么又上去了？局长，整段垮掉。我记得这个。简梦辰，你别说话了，这一季和前2季比起来，你少演了多少情景剧，少唱了多少歌，再也不在舞台上绽放你的舞蹈和舞姿了。而且你还去巴黎时装周看秀，还落了那么多季没有来。前锋哥我觉得特别好，前锋哥是特别可爱，这3季以来就是一直特别招人喜欢。我是一直都保有热情的。这看到前锋哥就是觉得有他真好，没他也行。这是开玩笑，这是撒谎。哎，5秒之内走人。对的，薛之谦，你有没有觉得不容易？大家对你期许那么高。我也不容易啊！我今天站到这边来，是我昨天晚上那个飞机 delay， 然后我就在机场等啊，飞机怎么还没飞？等了5个多小时。你知道我心里在想什么？最好取消。你不想来？哎呀，天哪！你不想来？和我想的是一样的，有没有这种感觉？拍的那么不走心，我现在一点默契都没有。而且我觉得高级特工都特别不爽的一点就是有笑点记录员这件事情。我觉得以前火星大家所有的特工都是一个集体，节目好看也是我们所有人努力奋斗贡献。但是现在笑点记录员呢，就像杨迪请过来的，每一次都是他。你们是不是杨迪粉丝后援团的？杨迪现在变笑点最多人了，个人英雄主义凸显的一塌糊涂。哪有？我对各位真的没有意见，但是我想说各位都是垃圾。没有人。没有。杨迪，你就在这个屋里别出去，你才垃圾。我告诉你，接下来局长就你当了。听我说，我真的要告诉你们一个秘诀：你们讲故事的时候，有的人喜欢盯着局长讲，有时候盯着附近的特工讲。不，有笑点记录新来后，你盯着他们讲。你讲完以后，你还要这样。哎，他们很重要哎，你不得给他使眼色。其实杨迪真的有时候我们说完一个故事，或者我们说完一个段子，一定要盯着笑点记录新人看。你就别盯了，你要避开眼神那么垮的段子，还盯别人，会给你。还有，我建议取消笑点记录新人。我也建议，是不是啊？我来，同意取消笑点记录新的，请举手。不同意。这么多人啊！雪芙，你每次都一个笑点，你还不取消啊？那这样子他们就没工作嘞。你看烧饼也没说取消，我为什么没有举手啊？因为下一期可能没有我，跟我没有什么关系。说的也有道理。好，是这样，既然大家都有这样的一个愿望，我作为局长的话，那我就还是要考虑大家的感受。我们取消笑点记录新。我的亲戚就这样。下一期我们换成垮点记录新人。你的时代可以，全看你了，耶，全看他了。火星变成他的时代了。其实这个前2季我是观众，对，后1季我真是深深的参与到咱们这个当中。前2季大家伙都互相帮助嘛，一方有难8方支援，你说什么我来附和，你要演什么我巴结我就跟着演。但是我一到这个节目当中，根本就没有这种现象。你好，有共鸣，真的有。我91年的，我容易吧？26岁出来混社会，91年的，91年的，太不像了，太不像了。高比是91年的，我真的是91年的。对你做了什么？我出道14年，我没有在火星这么垮过。我在5000人的体育馆演过，我在1万人的体育馆演过，我在国外也演过，我在国内也演过，全世界所有的剧院，基本上我比你演的地儿多。真的假的？我比你演的地儿多，比你演的地儿多。还告是吧，这位特工？怎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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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好，你好啊！我在所有全国各地的所有大小剧场都没垮过，服100多万人的观众，我都没有垮掉。那是因为什么？那是因为你的搭档好。不对，为什么只在这儿垮呢？因为没有人配合我，我就发现杨迪，你记住了啊，你岁数越来越大了，小心啊！你这种出来做那种效果啊，人家说梗的时候你搅和人家，人家说梗的时候你搅和人家，烧饼把自己的卡背负在我身上。人要互相帮助，人家说包袱说梗的时候，我告诉你，你不要老给人家。其实这方面我真的要自我检讨一下，因为别人在讲的时候，第一我不是插他话，我是怕他不好笑，我真不骗你们，所以我有时候插。但是我反应比较快，有时候一插成人家的结局了，就是很尴尬。
但是我还是要说那句话，我其实不叫插话了，我插的是梗。还有，我发现，在场所有坐着的终极特工根本就不是特工，就是他一个人的粉丝。暴露自己了，完蛋完！这一天，烧饼，烧饼，爱听不爱听？这天烧饼怎么了？我说的是事实。我作为一个烧饼，我们不要变成，我们也有粉丝来的，我们也有的粉丝，对吧？对啊，你先说。我作为一个长期在舞台上从事演出的一个喜剧人员，完了，烧饼豁出去了。烧饼真的不想录了。你听我说完，我们得出一个。烧饼，你是不是拿这个当最后一期录啊？对，干嘛？少委屈，说出来。其实我无所谓的，因为我实在不行，我还可以回去说相声，对不对？我发现啊，全场都是薛之谦一个人的粉丝是有根据的，在我们这个相声行业里边啊。谁最火就愿意听他讲笑话，这倒是。他哪怕说的不可乐，大家伙也想听他说。薛之谦哪怕这都垮掉了，大家伙也觉得哇，这个故事好好啊！天哪，都不敢举了。有没有这个感觉？全场都想听薛之谦一个人说，薛之谦说，都在薛之谦最后一句说不出来了。大家伙好吧，那听听局长说。哇！烧饼今天疯了！谁把烧饼逼成这样了？我不知道。头2期说我有好多垮掉，我回去我自己也有分析，因为我作为一个相声演员，我最怕别人说我垮掉，然后垮的我吧，在相声这个舞台就有点没有自信了，你知道吧？然后我就发现是因为大家伙在这儿可能对我不熟悉，喜欢听现场的你们这些老特工讲梗。如果说大家伙对我很熟悉的话，带着那种人物性格，我要讲出来这个梗，大家伙可能觉得不是那么可乐，但是给我一点尊严，谢谢大家。烧饼加油！加油！不是啦，烧饼真的认真了，认真了，烧饼太认真了。那烧饼跟你讲，我们所谓的垮掉，这开玩笑，就是因为你知道为什么我们要点那个垮掉那个点？对，因为现场干掉以后，那个只要我们有人提到垮掉这话，它就会变成一个笑点，你懂吗？我们其实想补救你，并不是说就是因为看了你老说这垮掉，在我们去年的这个封箱上面，我带着所有人都说垮掉，影响的我师傅很不开心。真的假的？真的完了。哇，烧饼真的是压力大嘞，他走心了。我告诉你们，完了，现在好多节目里面啊，都在用垮掉，都在用这些相应的这些词儿。我们都是善意的。你先别着急啊，你知道吗？陈赫已经算是异能感强的人了。我先跟他说，我说我要去了一次火星情报局啊。他那个地方有一个超级奇怪的气场，不能说气场，他说简直是个结界，你知道吗？我说我不是看到你里面卖萌啊，在卖，就是有这样啊。Victory， 这个人家很厉害。对，他说，哎呦，我是硬撑的，我是那个，我再也不想去了，根本不敢去。他太垮了，垮，就这个。因为我们的节奏什么相对来说很快。那个陈赫也跟我说过这个事情，他说他录过所有的节目，你们这个火星情报局是我录过这世界上最难的节目。对。然后他整个人干掉冰化，就是给他多少钱他也再也不来了。张含韵上次也是给我发信息说，梦辰，你能在里面生存太不容易了，我一期下来一句话都没有，太难了。局长。珍惜现在身边能上火星情报局的高级特工吧，不一定哪天就逼死几个。我跟你说，没有，因为来的每一个人啊，我感觉大家都是有分工的。你有发现吗？这边插梗，好不好？插梗。这边呢是你手放尊重点啊，这边插梗啦，插梗。这边是锁骨，挖腿，对不对？你漂亮。人家谁要挖腿啊？你看，像前锋，因为跟局长关系好，是啊，宪哥啊，对，这个啊，我承认，宇哥发车快嘛，对不对？老司机，然后这边田园嘛，对不对？他比我还垮嘛，对不对？好啊，然后旁边维维广告表演一绝，对不对？烧饼师门背景深厚，这个是大家每个人都有自己厉害的，我们靠什么？我靠薛之谦啊！对，靠薛之谦啊，对啊。但是啊，都是有背景的。其实呢，芊芊呢也告诉过我，在这个地方
谁都靠不了。在这边大家只能给你一些反应，你得靠自己有决对心。我就自己脑子里面在想，我能靠什么？还得靠自己。我都比你要大10几岁，我到这边还是在这边啊，说的挺好。我决定到最后今天还是顶个报纸来结束。哎，你好无聊啊！哎，看你这个报纸好难看啊！哎，算不算弱势？不看弱势，看。哇，好厉害啊！好吧，没有绝技根本不敢来。说到这个话题，其实我是有话说的，知道吧？他也来了，这一集疯了，大家伙。我告诉你，这是我录的第20期火星。第一次来终极特工的时候，我杨迪还有艾克丽丽。杨迪第1期下来以后，他就坐下了。我在这儿做了20期。哎呦，大会啊！哎呀，还有一点，我微博粉丝现在是270万。我估计下面的很多高级特工应该是没有我多的。我就30多万，你买的。哎，来，哎，烧饼，说明你前一阶段没有看我的视频啊。看了，你不知道我怼人有多厉害，知道吗？我告诉你，如果我买一个粉丝，我全家死掉。如果说我没买这个粉丝的话，你怎么来说呢？我天哪！祸不及家人，完了，好吧，都是送的。我想说的是，我在这做了20期，我想我为什么没有到下边当高级特工？因为我的资格还不够，我的能力还不强，这是我的问题。所以说，遇到任何问题的时候的话，大家不要怪这个环境，不要怪观众，要想想自己的反思，知道吧？对，就是我们自己哪方面可能做的还不对。或者说哪方面做的还不好。另外的话，真的迪哥，咱们两个也不是说第一次在这边见面，我们在年代秀还见过。是。其实我一直想跟您说一句话，你知道吧？确实，因为您的戏路可能一直比较窄。就是因为真的，今天怎么回事？我这是来，没事，真心话哈，真心话，为您好哈。就是达人秀那边一直到现在，您的戏路一直都是这个样子，所以说真的。路宽一些对你有好处，真的。我咋了？我是没说您咋了。建议你要演感情戏，就建议您稍微宽一些，建议您稍微宽一些。好恐怖啊！就是你挑谁提议？我提议了，快结束！我提议通过了。好，谢谢。我是不是就在这个地方要宣布一下第3季最后一期到此结束？不，我觉得录不了。那我要摘头套了是吗？关于杨迪，我还要说一点，就是其实我还挺佩服杨迪的，因为每一次杨迪在我说故事的时候，他老是说前锋特工垮掉啦，然后我心里面暗暗的我说我要报仇，等他说故事的时候，我一定也要说回他，说他垮掉，但是他没有给我这个机会。所以他说的每一个故事，其实我承认都是很精彩的。但是我有一点要说，局长对待杨迪是有特权的啊？什么时候？等，我觉得啊，这里面啊，你要真这么说的话，前锋我就跟你讲了，我觉得这里面谁讲这句话都有可能。但是你讲这个话，你最有特权，天天向上还剩下谁啊？现在哪儿局长都带着你，你好意思？你看开场的时候，局长都说那样的话了，对呀，局长都不行呀。今天你爸爸我大哥不在啊，你说，实话实说，说，局长不是这说，没有，局长对我是最好的啊！你说，好像没有啦。其实局长一直教育我啊，有一点说，有的梗你看破了不要说破，有一层纸糊在那里，会比你去捅破要好。但是杨迪每一次别人说梗说到一半的时候，你就把这层纸给捅破了。你知道我为什么要跟你说这句话吗？为什么？因为要留着这些纸让杨迪去捅。你捅，局长留给我捅。局长，哎呦喂，那么多纸让你捅了，我捅什么？快点了。天下雨哥，宇哥一出现，气氛平和了，安静了，音乐起。真的蛮难的啊，因为每次来其实都压力很大。但是压力大不是因为我要讲什么，而是我说实在，我真的都听不懂你们在说什么。比如说像烧饼讲话哦，我能够听懂
0.5成就不错了啊！他讲得太快了，你知道吗？我真的完全不知道他在讲什么。刘维我大概只能听懂他2成他讲的东西，他也差不多2成。雪峰老师刚才讲话，其实你们为什么抱起来，我根本不知道你们为什么要抱起来啊！真的是我的呢？我的呢？你的需要认真的听。你们讲话好快，而且我就不知道我要干嘛，然后你们一下就站起来了，然后我就不知道我要站起来还是不要站起来，然后你就大家看，你们看你们大家站起来，我就这样，然后我们又坐下了，然后突然你们又坐下了，啊，高姐好凄惨哦。要讲什么话对我来说压力并没有很大，因为活到50岁的垮掉，不知道垮到几百次有什么关系？我没有太在意，但是那个站起来坐下去，这是我们用心良苦，让宇哥练练深蹲呐。那是因为我本身是不看综艺节目了，我虽然有微博，但是我不打开来看的。在之前我也休息了很久，所以我对于演艺圈是完全不了解的，所以我根本不知道他是谁。我觉得这个很正常啊，很正常。然后他已经很红了，我也不知道，就拿来说，你今天就跟说那个薛之谦不红的原因就是怎样怎样的哦，薛之谦不红的原因就是怎样怎样，然后我就上来就讲了，不红的条件是因为他唱歌没有特色。哎呦！后来听说被骂得要死。没有啊，那一看就是开玩笑啊。但是歌迷不了解嘛。但后来我现在有时候箭头想要指到你那边去的时候那就算了。宇哥，给你添麻烦了。没有，因为我的习惯就是我自己录的节目我自己很少看，然后都是我老婆在帮我看，然后她告诉我一些东西，比如说她很喜欢前锋，她觉得前锋其实是个非常有分寸。哇！然后她也很喜欢刘维啊，她觉得刘维是非常努力的一个。哦，谢谢，谢谢。到颁奖典礼了吗？然后他也很喜欢杨迪。哎呀，谢谢石岩老师，谢谢。他讲完之后呢，就拿了一个任务跟我说，但是你帮我要薛之谦的签名。说实在，来录的时候压力是很大了，但是我觉得大家在一起其实越来越会那种快乐的心情还是会有，大家不要压力这么大。然后我觉得笑点记录员也还不错，因为我觉得。比如说像雪芙讲2句话，有一次他就有2个笑点，哇，100%哎，百发百中，好厉害啊！百中哎，我觉得宇哥是说到重点了。其实我们自己这些打打闹闹，大家看上去那些不和，其实根本就不存在。对，网上那些朋友千万不要是互相攻击，没有意义。主要是你的那些粉丝，不要攻击人家。其实啊，老特工啊，真的在3季以后啊，观众朋友喜欢了，对我们的要求就特别高了。对，因为其实我们有时候那些梗什么的，观众都知道了，就是老梗里面要玩出新花样，真的是特别难的一件事情。但是呢，我又觉得每次录火星又是最开心的。你知道我在火星每次录完之后，就去录别的节目，就会觉得就是老不得劲儿。在火星开会是最放松、最可以做自己的，所以我下期可以露肩了吗？现在就露，来。可以呀。想露就露，对哦。以前梦辰的衣服可是在这里的，对，以前都是一半然后慢慢的上来，下心肚兜好不好？没有，我跟你说，就是从第1季那个露肩事件出来之后，真是我从第2季到第3季到现在为止，我没有一件衣服是低于锁骨的。对，我的锁骨很好看的呀，我真的我每一件都有领子，我为了就是防止领子打开，我还加一个蝴蝶结，我容易吗？确实，3季下来以后，大家真的没故事，所以从现在开始，我们没有故事，我们叫囤积故事。我带来我那个本子，我就给他们，因为那个本子很 low， 以前大学的时候留下那种笔记本，我每次对提案之前，我会先写好我的故事，我想让他们对的时候，我一口气这个提案有2、3个故事，对他们来说也比较轻松，所以这一点我一定要反驳那个雪峰老师。我刚出来的时候演的是表情帝，我现在再也没有演那种节目，我现在都是靠智慧，我早就转型了。如果我再演表情类的节目，其实走不了今天的，因为那个时候大家只是认识你，不会喜欢你，现在大家才会喜欢我。我手机里面也有，这个地方是笑话本，然后都是关键字，密密麻麻记了一堆，然后这个是每日记，还会写上日期。这位，但是我记得都是歌词。我也有，我是记我每个月的收入。账本。接下来我们见面，比如说刘维你要过生日了，我没有什么送你，我送你个故事吧。
我讲故事还有一个秘诀，小比讲故事，我自己觉得有一个误区在于，你站起来那一瞬间，你就告诉大家我是要讲一个搞笑的故事，不用，你站起来，我其实也有个故事啊。当时我妈妈巴拉巴拉巴拉，现在你干，最后再来，就是欲扬先抑。对，欲扬先抑。对。你看，哎，今天终极特工的这种发言的欲望好强烈啊！我是这一季新来的终极特工，我听到你们说你们会垮掉或什么，其实我想。我就算被垮掉了，我也很开心，至少我站起来说话了。我现在是坐在终极特工，真的有很多人问我为什么来火星录了那么多期，一句话都不说。你怎么说？就是说，那我就是一个漂亮的花瓶啊。谁家的客厅不希望放一些漂亮的瓶瓶罐罐，挂一些字画？就是因为你们在这里，才让我们显得不说话也是那么的好看。就是因为你们。哎呦，露丝也要举手讲话了，今天是疯了吗？还有露锁骨。哇，哎呀，不好意思啊，梦辰姐，我帮你漏了哈。好的。然后我是想，起来，等一下。你也敢哇？大家起来干嘛？紧张，有点紧张。别紧张。来，深呼吸，深呼吸。来，深呼吸。因为依林姐姐她是没有机会嘛，但是局长经常给我好多机会，但是很多时候我都没有。就把握住那个机会，就是我不好，好做作呀，妈呀，好做，我不是故意的，是真的。因为局长你以前有问过我，我跟雪峰老师一起来的，我也依然坐在这儿，但我也不经常发言，我也不说什么话，然后就会觉得来了那么多期，没有对火星付出过什么，就是没有什么笑点啊，或者是什么点都没有，所以觉得又尴尬又不好意思坐在这儿，但是我就想起来说两句，你就硬不好意思。哎，你知道你这样特别好，好可爱，特别好，又有笑点又有泪点，特别的温暖，谢谢你。我觉得我们今天场上那些没有机会讲话的终极特工啊，大家今天都可以来，好，这个小伙子你也说一下。我在这边做了3季的初级特工。哦，您做了3季了？我在这边做了3季的初级特工。他一直在。我先声明一下，我是没有被时间安排的，都是发自内心说的一些话。我想为大家证明一下，这里所发生的一切全部都是真实的。现在好多弹幕上在评论说什么是什么越做越差呀，越来越不搞笑啊，什么都是假的。我有参与过一些高级特工的一些拍的宣传片，这些艺人们有时候会拍到通宵，对，拍凌晨。感谢感谢每一位这个火星特工，感谢每一位远程特工。当然，其实我们更要感谢我们现场的这些导演们啊。我们最起码在这个台上，我们还能够很光鲜的被他们看到。但是那些导演有时候通宵达旦，甚至是1、2天都不洗澡啊，就在这个地方休息着。其实他们已经不是通宵了，他们是通命了，就是那种地铺打到在我们的棚里面打到1个周，我都看不懂。真的，我们导演有的是，因为我们艺人可能连轴拍完这个拍那个拍这个，真的是倒下一批换一批，倒下一批换一批，人歇机器不歇，对，他们是机器是不停的。谢谢你们啊，谢谢。但是我相信我们所有的不容易，就是为了让观众笑一下，所有的不容易都是希望让观众说一句还挺好看的。其实这就是我们的工作，也不能说我们有多么的辛苦，弄得好像今天最后一集的感觉，大结局了。我觉得大家真的要挺住，因为火星情报局真的很多人都在关注。确实，第3季的前2期肯定我们有一些偏差，多拍了一些短剧。7分多钟的前锋演短剧，谁要看啊？还有宇哥好不好？宇哥也演了，真的只看到你我就快进了。而且你想一想，我们节目多少人看？王俊凯从第1季看到现在，那天就是刚刚录大本营，他马上问我，哎，你上次在那个
火星情报局说的那个爽约7年那个老师是谁啊？他就全程很关注，还有那个《悟空传》的导演看得欢天喜地的，还有我他们很爱看。对，我在剧组里也是，我一去他们就会演给我看。他说：“哎呀，你们最近那个梗特别好玩。”还有出国的时候，所有的就是华人都会跟我说，《火星情报局》第3季什么时候开始？真的。比如说我们上次有一个这样的叫做傣滴，但是有的人就整个公司大家一起来跳傣滴。整个公司一起跳，大家非常非常开心，所以大家千万不要忽视自己在这个地方所付出的一丝一毫的努力。有可能你不在乎，但是观众朋友真的非常非常在乎你的一个笑声，或者是你的一个小小的动作。真的真的，通过您看到的或者是听到的，觉得我们依然在努力的话，我们现场的朋友就给我们一点掌声，好不好？对，为了大家对我们的鼓励和支持，我觉得这个提案一定要。哎，你的提案的意思是什么？我都忘了。我就觉得你越爱什么，越觉得这件事情不容易，所以我提议每次局长出场的口号要改成在地球开会是最烦的，在火星开会是最不容易的。同意。接下来选王牌特工。哇！你先点一个你认为的。我觉得今天已经有人打破格局了，今天赢的人不用讲了，肯定是刘维这个提案嘛，对不对？我选的也是伟伟。好了，各位亲爱的朋友，我们不要忘记还有一个笑点记录员，依然是笑点记录新人当中记录的最多的那一位，跟我们的维维来竞争我们今天的王牌特工。来，我先说我自己的，我是13次。你看我以前都是30几次、20几次啊，岁月不饶人呐。雪芙，我跟你讲，百发百中，讲2次话，2个笑点。你看，薛之谦2位数10次啊。我今天有那么少吗？你有没有记错啊？宇哥10次啊，敬老尊贤弄一个单数不大好看嘛。你比如说前锋就只有8次啊。孟晨9次。哎呦，元儿跟这个数字好像都挺有缘分的，又是6次。6次。维维11次。烧饼这次10次。我还加26次嘞，非常不错，冲天了。朱桢12次。哇，真的啊，管用的，管用的。顶那个报纸的时候就加了5次。杨迪17次。谢谢大家。我们这一期的王牌装备火星光速婴儿车。最近啊，很多火星特工都感觉好事将近。孟晨呢，新闻里面说是准备奉子成婚。薛之谦呢，也曾经承诺35岁要生个猴子啊，要生个孩子。哎，刘维也承诺，火星第7季的时候，带着他跟薛之谦的孩子要来开会。前锋呢，我给他布置了一个任务，我也跟他布置36岁之前一定要当父亲啊，要让他的父亲感到无比的欢喜。所以你看，好事将近，本局长就非常开心，给大家提前做好了准备。2位背对背，石头剪刀布。杨迪，你要赢了，你会把它送给谁？我就送给我妹妹呀，我妹妹刚好生了2胎。哦，妹妹生了2胎，我妹妹正好光速在街上孕孩子。你要是赢了，你会自己用吗？我会留着。留着啊！啊，石头剪刀布。哇哦！咋了？我的。本期的王牌特工就是杨迪。爸爸带你上天年轻我走在家，你要自己后悔。